欢迎来到好威的快乐 AE 教室，一个带你探索 After Effects 的频道。如果你已经学习这个软体一段时间，还是觉得它非常的困难，这一支影片将与你分享我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小习惯，帮助你在操作软体上更加得心应手。Keyframe 与属性。首先，我们先理解动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以24 FPS， 也就是1秒24格的环境来说，如果今天我想要做出一个这样子的球的动画啊，那它就需要画24张这样的图。好，那什么是 Keyframe 呢？这个圆红色。红色这三个位置就是所谓的 keyframe。接着呢，你去设定中间要有几格这些画面的变化会长什么样子，你就是依序的把它画上去。那最后呢，你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支动画。好，这个是传统动画的逻辑。AE 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不需要一张一张来，你只需要指定说这一阵，它在不同的影格里面它的位置在哪里，设置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 AE 里面来实测一次。好，那在 AE 里面呢，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像是我希望做跟刚才一样的嘛，这样子的弹跳，我只需要开启它每一个属性啊，前面的这个小时钟就代表你可以设 keyframe。那像 position 我就给它一个 keyframe， 接着呢，第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这里，最后这个位置呢我把它放在这里。我做设定3个位置呢，那软体就帮我把它补起来了。好，基本上这就是做动画的最基本的方式，设置 keyframe。下一个呢是我要分享的 layer 管理技巧。好，在图层管理中啊，我们东西会越来越多嘛，可能会像这个样子。那假设说我需要去找到里面特定的 property， 例如说，例如这几个字好了，这几个1、2、3、4，这几个字我想要去改变它们的颜色，那也许它们的颜色都不一样啊，我故意再选上面这几个。它们颜色都不尽相同嘛，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改字，我要去里面找到它填色，它填色呢就会藏得比较深，我可能需要进来里面找到一堆 path， 然后 fill， 然后找到 color， 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啊，这个搜寻栏位，它其实有些人会误会说，它是不是只能去搜寻图层的名称？其实没有那么废。就是假设我需要某一个特定的 property， 例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color， 然后就把我需要的这几个 layer 都选起来之后呢，输入 color， 那它就会把刚才这些 property 都对照起来了，就都出现了。那这样我们要去选它的时候，像刚才讲的嘛，给他们一个 key， 我只需要在他们身上按 U， 变色上面的效率就会快非常多。好，这个是 layer 的一个管理技巧。颜色的选择啊也很重要，你会看到这些颜色很整齐，是因为我有去稍微排过。去做一个分类。好，那假设你需要特定类别的，假设说你的东西这样子散一地了，那你需要快速把它们选起来呢？有一招，前面这里除了可以改颜色以外，你点一下，它会有一个叫做 Select Label Group， 你点一下呢，它就会把所有相同颜色的一起选起来，然后就可以统一的去移动它们。基本上我可以很快的就把颜色给整理回来了。接着呢是萤幕。有些学生东西很小的时候，他会眼睛贴在萤幕前面看，我不知道这在干嘛。放大就好，你可以用滑鼠的滚轮推或往回推来做放大缩小。滑鼠的中键呢，可以让你去位移画面。好，所以你要编辑一些比较细的东西，或者是你看不清楚啊，放大就好了，拜托放大就好了。我看不懂说你把它用得很小，然后再编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画面出现了这一条红色的，它代表说现在 AE 在帮你节省运算，所以它帮你把画面先关掉了。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不太会用到这个功能啦。那当你的预览视窗全黑跑出这一个讯息的时候呢，其实你只需要去按 Caps Lock，OK， 你的画面就会回来了，你就可以继续再预览你的画面了。那接下来呢是这里有一个 Preview 的 Panel， 我把它移过来这里给大家看。这个地方啊，跟这个地方有相同的选项。那它差异在于说，这里指的是你在动态浏览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品质，这是当你静止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品质。那一般来说，我会很多电脑会 auto 啦，我觉得那些电脑都太高估自己的效能了。我自己呢建议说，在动态浏览的品质，你开最低的；静态浏览你就开全画质。好，那播放的时候有没有它的画质会掉？但是基本上我播放只需要去看我的动态流不流畅，动态是否正确，这是我的目标。所以我静态会使用全画质，动态会使用1/4。好，这是我的习惯。接着呢是很多人会卡关的是 camera， 好，这是 camera 的一个小技巧。就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运镜可能运得很烂，会长这个样子。那其实更简单的做法啊，你摄影机可以固定，你就摄影机不要移来移去，你就让东西去飞往摄影机就好了。
让东西进到画面来，而不是摄影机去找物件。这是一个我觉得算很好省资源的一个做法。最后，如果你懂近景慢、远景快的道理啊，其实你不见得要真的去建摄影机啦，你可以让前面的东西动得有够快，然后后面的东西动得很慢，那基本上也可以去做出这种空间感。压轴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做我没有把握的动态时的一个习惯。假设有一个动态我不确定会不会成功，另存新档是一个方法啦，但我看有一些学生他另存新档20几个，未来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蛮负担的。我个人做法是直接复制这个 camp， 然后可能就把它叫做 UB， 很泡了，但是其他你可以命其他你自己熟悉的名称，我可能把它叫做 UB。所以这个版本的我怎么做，我都不用担心把它做爆。反正如果做崩了直接删掉就好了。我还有 UB 可以用 ，OK。最后一个招式呢也是我常用的。假设我的画面已经很多东西了，看起来很复杂，那我需要上一个我还没有把握的效果，我不确定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Ctrl C， 好，我去 copy 画面中的某一个东西，放到一个新的 camp 里面，尽可能让环境干净。接着呢，我就可以来尝试我还不熟悉的效果，例如说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效果在干嘛所以我就试着在这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中来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我确定这件事情 OK 了，就是走得动，我再把它套回去，就是直接这个效果好了 ，Ctrl C， 然后套回来 Ctrl V， 效果就上去了。那你在编辑上面你也不用一次顾整个画面，你的压力也比较不会那么大。以上呢就是我最常看到学生卡关的一个总整理，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你。我是郝威，我们下堂课见。